你们两个是龙凤胎兄妹吗？小娃娃，你可读书了？读过一点儿。自己学的吗？我爹爹教我的。你们爹爹？我爹爹可厉害了，在下学念书是按手呢。这样啊，那你爹爹真是十分优秀。你爹爹自己还在现学，平时带你们的时间应该不多吧？你们想不想跟着我家那口子念书啊？你们别看他那样，学识也不浅，以前在翰林院修过书，后来啊又去好几个地方当过官儿。虽然退下来很多年了，这书啊倒是一直没丢下来过，天天闲着没事儿啊就在那儿抄个没完。那不是想抄书补贴点家用？就你挣的那点儿还不够散出去的呢。我们家不住在县里，在下面的镇子上，我们只是中秋节过来看望父亲的。哎呦，听乖儿子这么说，我都有点纠结，要不要来个孟母3000了？反正又不差那点钱。但继承这家伙实在粘人，我想象不到天天和他在一起的场景了。哎呀，这是谁呀？钟宁抬头就见一个捂着大肚子的中年女人走了进来，在她身后还跟着一串小娃娃。家肚子里那个一共7个，这都比得上葫芦娃了。可惜啊，质量差太多。不知钱夫人怎么来了？啊，我是带我家这小子来向您道歉的，陈老爷子。我听说他在街上冒犯您了，可把我气的，这不立刻揪着他的耳朵赔礼道歉来了。您可是我们家的大恩人，这死孩子怎么能因为担心我就伤了您老人家的心呢？小宝，还不给陈爷爷道歉，给陈爷爷磕头。那小男孩撅着嘴还在翻白眼，十分不情不愿地准备跪下。哎，不用这样，孩子年纪尚幼，做事冲动很正常，我没有责怪他的意思。那就成。对了，这位是？这是我家的客人，您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那怎么可能有呢？正说着，两个孩子走了出来，小纪元小嘴撅得像小鸭子。怎么了？老奶奶给了我这个，我说不收，她又给我了。你说这是谁给你的啊？你这小丫头怎么这么不要脸呢？敢收这么贵的东西？你爹娘是怎么教育你的？这么不懂规矩啊你？你说谁呢你？你再说一遍。我说的有些直接了，但我这也是教育孩子。本来陈老爷子和他夫人过得就够辛苦了，这孩子怎么能拿他们那么贵重的东西呢？啊！第一，我的孩子用不着你教育，你也配说教育？先看看你家孩子什么德行再说吧。第二，别对他人的钱财太有占有欲了。老爷子和他夫人的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还在这管上了。第三，少在那颠倒黑白。我女儿这不是拿，是接受长者馈赠。最后，我知道你很羡慕，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这金锁呀，就算不给我家宝贝，也绝对不会落到你们这些人手里。真把人当傻子呢？你把金锁拿来。对，交出来。这种好东西应该给我家才对。我要钱吃肉。哎，这是给小女娃娃的，你们不能抢。这是我们的，我娘说了，你们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等你们两个老不死的死了，这宅子还有里面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对，你不是说家里没钱了吗？这是什么？这些都该是我们的，都该被扒拉到我们家里。你凭什么送给其他臭小孩？把东西交出来！最大的孩子振臂一呼，其他孩子立马冲了上去。陈老爷子拦住这个，拦不住那个，很快就摔倒在地，无人搀扶。钟宁从院子里抄起个大笤帚，直接抡几个小孩。哎呀，这些孩子真可爱呀，被人教育的可真懂事，真会尊老爱幼，一点都不贪财不嫉妒人。瞧瞧瞧瞧，这表情多天真懵懂啊，一点都不丑陋不恶心。
老爷子趴在地上，看着眼前这一幕，心里痛苦万分。他怎么也没想到照顾人照顾出错出来。钱夫人，你还不管管这些孩子啊？哎呦，我这肚子疼啊，不舒服啊，我管不动这几个孩子。老爷子老夫人，你们也是的，有好东西不应该先想着我家这几个在你们跟前儿长大的孩子吗？你看看他们一个个瘦的，衣服也没有一件齐整的，尽是捡外面人穿剩下的。要是你们把这金锁给了他们，他们这日子不定好过多少呢。他们过得不好，不都是因为你们这对好吃懒做还爱生不负责任的爹娘吗？什么叫好吃懒做还爱生？我和他们爹呀，已经尽最大能力照顾他们了。这几个孩子，你看我可有丢掉哪一个？还有，我正是负责才给他们生这么多兄弟姐妹的。我这身子骨也不好，哪天走了，不还有他们的哥哥姐姐照顾他们吗？我告诉你，我家这些东西不可能再让你们拿走一分一厘。哎呦喂，我的肚子疼得厉害呀！我这不是要流产了吧？我的肚子的，哎呦，都是这个不知道哪儿来的女人气的，她欺负我的孩子，我绝不能轻饶了她。你给我赔钱，赔我看病治疗的钱，赔我家孩子看伤的钱，你拿钱来，我要100两，不给我就去报官。我的肚子好疼，哎呦，好痛啊！哎呦，都是你害的我！你们这群流氓强盗！老头子，我喘不上气儿了，被这群小土匪和这个大贱人气的我好难受！夫人！他艰难地半走半爬到夫人身边，握住她的手。夫人，我的夫人啊！都是你们把我夫人害成这样，你们一个都别想跑，我不会饶了你们，绝不会饶了你们的！他这惊天动地的惊呼吓坏了钱氏和几个孩子，钱氏也不想着讹钟宁了。这怎么能怪我们呢？我们可没动老太太一下，老太太自己身体不好，又容易激动，这不就出事了吗？您也别太伤心啊，这人的岁数啊都是天注定的。你家要是办丧事啊，我家这几个孩子指定会帮你操持的，还会给老太太举幡子。滚！你滚！你不滚，我就弄死你！钱氏哎呀一声，吓得赶紧跑，几个孩子也跟着溜了，十分迅速。老奶奶，怎么就出这种事了呢？陈老爷子长叹一声，一手扶住夫人胳膊，半天没把人扶起来。老伴儿啊，你就别折腾我了，能自己使点力气来不？行啊，我这不是怕吓着孩子。老太太突然抬起头，这下可把小纪元吓懵了。有鬼！娘亲有鬼！不是，你们二位还挺幽默啊。小季谦脸上露出点笑来，他倒是早看出来不对劲儿。我不这样不行啊，这一家子跟水蛭似的，粘上你这小媳妇儿，就指定要你掉层皮。现在不挺好吗？他们不敢回来闹了。我早说什么来着？你这些年就是只长岁数不长记性。你以前帮助过几个好孩子成才，可也养出过白眼狼啊。
这外头怎么可能都是好孩子呢？特别是这一家子，上梁不正下梁歪。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别帮，起码别经常帮。看看，这不就帮出事儿了，还差点害着客人。你个老混蛋！是，夫人说的是，我眼瞎，真是对不住你了。没事。对了，这个金锁太贵重了，孩子不能收。别还给我了，行吗？这东西我也不瞒你，是我以前给我那小女儿准备的，可惜她命不好，走得早。你要是不嫌弃，一定得拿着。放我这儿啊，看见了也只是叫我伤心。钟宁对这个倒没有什么忌讳，老人家走了，把金银首饰留给儿孙的多的是。行，钟宁也不是那么纠结的人，东西他收下了，回头他买2根老参送来也算是回礼。就在钟宁他们要辞行的时候，陈老爷子追过来，手上拿着个卷轴。我看你那画被那些孩子报复撕烂了，我这刚好有一幅一模一样的仿品，放在家里也没用，给你吧。啊？拿着吧，在你们回镇上之前，多带孩子来看看我们就成，也不用来这里，容易叫他们一家子碰着。去我写信那里吧，行不？钟宁看了看2个小孩，小纪元已经甜甜的答应了，小纪谦听妹妹的也点头。那就再来叨扰，你可别嫌他们烦。哪能啊，下次你们2个可以带书来，爷爷教你们读书习字。这幅画应该有些年头了。啊？那估计是人家仿的有年头了吧？这画原是徐运昌做的，徐运昌是200年前的人了，而这张纸的质感十分粗糙，但又厚实，很像那时候制纸工艺还不成熟的产物。而且这画上的发黄痕迹并不像后来作假那样颜色不均不自然。不是，你怎么知道徐运昌是200年前的人？你对画家还有这么多研究呢？不是，因为徐运昌不只是有名的书画家，在当时也是名气不小的诗人，我看过他的事迹，自然知道。啊？那陈老爷子应该不知道这画可能是真的吧？这我可不能拿，老爷子说了，这是千金难求的东西。啊，你别摸了，这么贵的东西，摸坏了摸脏了怎么办？我还要拿回给老爷子呢。季晨没说话，他心里隐约觉得老爷子是知道的。真迹也好，仿品也罢，对于我这个半截身子入了土的老头来说，都只是身外物。我既然害你毁了幅画，自然要送上一幅偿还。钟宁说了半天也没把画还回去，陈老爷子到后来干脆装聋作哑，不搭理他，整一句老头。我带你们回去念会儿吧，街上人多，分神。可是您那里……昨天晚上我就带着夫人出来住了。那您的住所……已经捎信便宜卖给我夫人的远房亲戚。陈老爷子做事麻利，决定了的事情就不拖泥带水。老爷子迫不及待想教2个孩子念书。日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这说起五常，我给你们举几个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例子吧。就好比这人，传说中有位皇帝舜，5帝之一，他就十分的仁慈有爱，便是他的父亲及继母，还有异母弟弟多次想害死他，但他毫不记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钟宁本来听着还挺有意思，听着听着就有点无语了。一个内里迂腐古板的臭老头。以前呢，他跟我那几个儿子说这个的时候，他们虽然一句话没说，但我看得出他们不太认可这些。不过到底是亲生的，他们后来也跟他们爹一个德行。到后面教我那小闺女的时候，我那小女儿年纪不大，身体也不好，但十分聪明，直接说人家对我不好，我为什么要对他好啊？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把老头子说噎住了。一说起小女儿，老夫人眼里就有泪光盈盈。那孩子是我40多岁时候怀的，我几个儿子都劝我别生，说伤身体，可孩子就在那儿。我知道有了的时候也已经3个月了，我哪里忍心送他走啊？只是我自以为的母爱却伤害了那个孩子，胎里不足，让他一出生就体弱多病，后面早早的去了。即便如此，他临走前也一直在安慰我，摸着我的手说，娘不要哭，楠楠是回天上做小仙子了。当初那孩子走的时候，他的几个哥哥表现得没有那般悲痛，让我觉得愤懑非常。所以后来我让老头子带我回了这里，这里是我以前的娘家，我以为回来了可以缓缓心情，但时移世易，我自己的爹娘早就故去了，兄弟姐妹们也已经都老了，我去看过他们，但相顾无言。这2年我也想开了，我那几个孩子就是那样，他们从小被他爹教育的喜怒不形于色，便是内里再高兴或是再伤心，都很少表现出来。就是他们考取功名的时候，脸上也没见什么笑。妹妹出生以后，他们也经常来看望，还会急切地送她去看病，陪她玩耍，又怎么可能没有感情？只是有感情表现出来的深浅，每个人也是不一样的。钟宁对此十分认同，他家不也有个让他烦恼的小面摊吗？你说他对家里人没感情，那是不可能的。每次妹妹受欺负，他比谁跑得都快，只是他很少表现出明显的情绪来。小宁啊，老婆子，我能冒昧问一下，你和2个孩子住在哪个镇上啊？具体哪个地方啊？我跟你说实话，我和老头子十分喜欢你家这2个孩子，老头子想教他们念书，我想能经常看看他们。如今老房子也要卖掉了，我们想着拿了银子去你家附近买个房子，这样也方便看孩子。果然这样有些唐突吧，听着就跟别有预谋的坏人似的。没有，这件事情你让我回去和相公商量商量。你看县令会理会咱们不？会。上次那些拍花子的事，县令大人跟我说过，想奖赏咱们，我拒绝了。在这种事上太过冒头，容易叫那些阿扎的人盯上报复，还欠着咱们的赏赐。在这件事上，县令大人应该会乐意帮忙。你说他们家咋就有那样多的奇遇呢？这老爷子刚来的时候，本官也是亲自登门请他去县学执教的，他可是一口拒绝。如今居然主动要给2个稚童做先生，这本官上哪儿说理去？说真的，县令实在对继臣有点羡慕嫉妒了。也罢，你去把那位的事迹都给他写写吧。至于这个大无赖和几个小无赖，逮他们2回，多发点钱就行，牢房就别让他们进了，放不下那么些个人。县令也忌惮着那个随时可能流产的妇人，怕给自己的名声造成影响。是。那位确实在翰林院做过几年编修，后在几个地方做过县令，政绩不俗，也曾3度担任苏州知府，后来还进京做了几年的礼部左侍郎。这么牛呢？这都是咱们圆圆的功劳。陈爷爷是个好人，白奶奶也是个好人，特别好。是啊，所以圆圆也要对他们好，知不知道？小纪元乖乖点头。小纪谦听着爹娘说的话陷入深思，
之后几天，钟宁照常送2个孩子去陈老爷子那听课。钟宁直接开口提出想让2个孩子拜陈老为师的事。陈老爷子闻言，神情比钟宁还要激动。他知道这是得了人家爹娘的认可了。你这学识不像是这种小地方能有的，你平时是怎样学的？除了听师长们授课外，便是阅读各色书籍，从中有所获益。何该如此？若只是看那些考试会考到的书，那做出来的文章都会缺乏灵气，干瘪无益。不过你这般只靠自学，不成体系的学也不成。我观你的学习进度，顶多再有1年时间，便可从现学结课，之后可去外面游学。当然，游学不仅是叫你外出游历，还要遍访名人求教。所谓集百家之所长，容百家之所思，扬百家之所明。你先安心在现学学着，等1年后我再考教你一番。若你确已学成，我会引荐你去见一些我的友人，包括我那几个不成器的儿子。他们到底也在官场干了些年，应该也能传授你一些东西。季晨心里说不激动是假的，他其实早已考虑过游学之事，不过以他的身份，在同州府或许还能有些名声，到外面又有多少人会认可？你不用感谢我，我也不是看在2个孩子的份上才这么做，我不过是惜才罢了。原书中季晨也四处游学过，不过靠的是女主请求男主帮忙引荐一些大才。你小子运气真好。不过拜师礼这么一成，钟宁才意识到他来县城已经有大半个月时间。我想着再过几天就回镇上，总不好叫2老一直住客栈。季晨不语。我这一直留在城里，容易影响你学业。就算我就在县学旁边租了房子，你这每天在学院和家里来回，不也浪费时间？而且你原本中午和晚上都是用来看书学习的，现在变成花时间和我谈情说爱，这都是耽误学业呀。季晨还是不吭声。我现在还好声好气在哄着你，别逼我生气啊，小伙子。陈老说过，1年我就可以出去游学，到时就更难看到你了。这有什么？游学最多不就是1年多时间，等你考中进士了，咱们就可以一直在一起啦。可我想现在就和你一直在一起。不是，你咋油盐不进呢？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不能只知道儿女情长，懂不懂？再说你榜上有名了，我这投资才算没有白费，在外面才有面子，明不明白？好。对了，我那画本最近销量下滑，挣得少了些，我想着加大更新量，同时来点活动，多揽点钱，你帮我一起弄。要怎么做？我要你帮我设计一下画本里主要几个人物的 Q 版，就是可爱版角色，我要拿来制作棉花娃娃，还有每个人物对应的香囊，香囊的布料颜色，上面绣的文字，还有纹路，都要有这个角色的特点。还有啊，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和成衣店做联名，就是我们设计出角色的服装，让他们制作，然后卖给喜欢这个角色的人。季兄，你说嫂子这脑子到底怎么长的？怎么能想出那么多主意呢？啊，别的不说，就这所谓的联名，她也真能想得出来。我娘手下还真有2个卖布匹的铺子，到时候可以在她店里试试。你说这娃娃上面的衣服还可以换？那不又是一条致富的路子吗？嫂子这脑子未免也太好使了吧。季晨，我算是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嫂子了，又漂亮又聪明的女子谁不喜欢呢？哇！他这话没说完，胳膊就被季晨狠狠拧了下，疼得徐不言嗷嗷叫。七谢邹玉，白水斗章，云苏攀葛，稀饭蓬狼。院子里响起2个孩子跟着陈老念的朗朗读书声，清脆悦耳。钟宁坐在廊檐底下，听得昏昏欲睡。这还不到1个月，2个孩子就跟着陈老从3字经学到了百家姓。娘，圆圆学的好不好？好，怎么不好呢？那圆圆要奖励。什么奖励？要吃糕糕。你呀，真会使唤你娘。说归说，钟宁还是拿出了一盘早就准备好的小蛋糕。陈老尝了一口蛋糕，立马被这种味道征服。
他来这镇上也有半个月了，房子就租在离这不远的地方，每天走一段路过来教2个孩子念书，同时也没少在这蹭吃蹭喝。他这一天最期待的就是钟宁做的美食，不管是饼干还是果干，还是现在这个小蛋糕，没有哪一种不好吃的。这2个小徒弟收得值啊！这一晃都10月了，再过1个多月，小陈也该回来了。钟宁点头，手里还在画着烧水神器的草稿。这个时候，家里面那棵石榴树上石榴也应该熟了，还有柿子，不过也说不准被鸟啊还有小孩吃了。钟宁这会儿停笔了，那再回去摘？哪用得着你？我回去吧，我想着用那些柿子做点柿饼，等小陈回来也能吃上。柿饼啊，光是想到那种甜丝丝糯叽叽的味道，钟宁就有点馋。要是家里面没有了，你就从村里面买点吧，咱们也不差那些。我知道，陈老爷子说了，这俩孩子都是个顶个的聪明，学东西学得快，也不像其他娃儿那样调皮，以后都是有出息的。这都是得了我儿的真传呐。小陈小时候也这样，当然也继承了儿媳妇的优秀品质。看看他们长得多好看呐！就只有好看这一点继承我？不然呐，亲家都说了，你小时候啊是最调皮捣蛋，还折腾人呢。不过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那肯定不是，还有性格乖聪明，那都有你的功劳。钟宁这才满意的点头。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继母又忍不住道：你和小陈都是顶顶漂亮顶顶优秀的人，不管生几个孩子，肯定都不让人操心，以后长大了也都有本事。说真的，儿媳妇儿，你就不好奇吗？你要是再生一个，会是男孩女孩？会更像你还是像小陈？你要是实在闲得没事儿，去院子里砍砍柴吧，实在不行把茅房的大粪清理了，别在这想有的没的。继母一下泄了气，果然这女人不好糊弄啊。我还是回去睡觉吧，儿媳妇儿你也早点睡。姐，我跟爹娘在店附近租了房子。哦，多少钱？地方不大，就一个卧房一个正厅，我睡正厅。房子也旧得很，我砍了价，1个月1两银子。那还成，难怪这几天没看你们过来。如今生意还行吗？挺好的，回头客不少，客人推荐来的人也多，1个月满打满算15两朝上有的，扣掉房租和其他钱，最少能挣个5两。那不错呀。对了姐，这个给你。钟志成掏出5两银子给钟宁，这是你之前给我租铺子花的，我把钱还给你。就这点钱不用还了。钟志成硬把钱塞到姐姐手里。话不是这么说的，姐如今有自己的小家，能借我这个弟弟钱开铺子，还教我怎么炒饭炒面，怎么经营，已经很好了。你这样的要是搁我们村里人说，那叫扒了婆家东西给娘家人，吃里扒外的。你这张小嘴儿是吃了蜜吗？这么会说话？我这是实话，别人这么说可以啊，我不能让姐夫也这么觉得，所以我得把钱还你。我本来还想着给你利息的，但是我想了想，又觉得那样太生分。姐你放心，我虽然不直接给你钱，但我会给侄子侄女买东西的，还会给你买。你对我好，我指定要加倍还给你。姐啊，说真的，你现在对我太好了，我都快忘记你以前怎么欺负我的了。那时候跟个女魔头一样的你，在我心里渐渐消失了。现在的你就跟换了个心子一样，太让我陌生了。他认真地看向钟志成，想从他的眼中看出是不是试探，是不是话里有话，可半天只看出认真，还有那眼睛特别黑特别亮。不会说话闭嘴，我看你还是把利息还给我吧，以后别来我这儿。啊，我没多带钱呢。姐，咱俩亲姐弟，别算那么亲。算你大爷。大爷咋了？咱大爷70多岁，还能搁地里干一天活，身体硬朗着呢。哎呀，滚滚滚！我们不上门，有些人是不知道要交租金了，这样像话吗？啊！您二位什么时候来的？我都没注意到呢。这租金，我前几天不是敲您家门要给吗？我看里面有人应声，但是一直没人开门，还以为你们不急着要呢，我就没再去了。你来，我肯定是要给你的呀。钟志成立马拿出5两银子。我可不是那种不懂理的人，叫你们一直等着。看我这钱拿得多快啊！你小程啊，我们这次来呢是想跟你说一声啊，这铺子呢要涨租金了，我们也不是故意要这么干的。你问问这外头，
哪家租金不涨啊？更何况是这么好地界的铺子。其实吧，一直也有人想花更多的钱租我们这个地方，那我们不是看在你们一家子更勤快老实的份上吗？也没同意。今天呢也是实在没办法给你们提的涨租毕竟我和夫人现在日子也不好过不过你放心也不多要你的，1个月多加1两银子就成。这样啊，那我们不租了吧？什么？我说你们想涨价就涨价，编那么多理由良心不疼吗？什么周围铺子都在涨，我倒想问问有几家涨了，怕是没涨的要多得多吧？年底了生意都不好，还涨租金，直接说房子不想租了不就得了？还有就凭你们这说涨租就涨租的德行，我现在同意了，谁知道你们过2个月是不是又要涨？我和我爹娘挣的是辛苦钱现在这样不成了给你们夫妻俩当牛做马了，所以我说不租了，你们爱租给谁租给谁。你行不租就不租，那你们现在就搬走，立马搬走，明天就是下个月了，别耽误我们把地方租出去。搬可以这地方我们要先恢复成原状，没问题吧？房子你收回去可以，这里面可是我们家给重新装的修，当初也是花了好几两银子的，现在把它恢复原样可以吧？不过就是墙面黑了一些，桌子椅子脏了一些，里面乱了一些，肯定不影响你对外租的。毕竟当初有我们这么好说话的冤大头，后面肯定有其他愿意上当受骗的单纯人。什么叫恢复原样？你能恢复吗？你要是乱铲墙皮，把我们这墙弄破了怎么办呢？你放心，人家师傅是专业的，保证它原来是什么样就能恢复成什么样。对了，包括顶上这些房梁砖瓦上的灰，我也会让他们抹一层在上面的，就和原先一样。要是出了问题，我也会赔你们。当然不是你上下嘴皮一动说有问题我就认，我肯定是要找牙差先来评理的。刚好我们家也认识那边的人，对吧小程？王大哥走的时候说了，让我有事就找他。那不就成了？你们2位没意见吧？没意见，我们就开始了。当然明天就是新的1个月了，我这给恢复原样也是要时间的，我不是那样不讲理的人，会按天给你们算钱，那就按1个月5两银子，1天167文给你们。房子变成原来那破样子，哪有人愿意租啊？就跟当初那样，也是等了几个月才等到钟家人来租的。没想到会遇上钟宁这样的硬茬子，夫妻俩真是又气又不知该怎么办。民不与官斗，他们还没胆大到那份上。那什么，咱们有事好商量嘛。这样吧，房子你们继续租着，我们也不给你们涨价了。真的，这次也是我们夫妻俩犯浑，这好几个铺子都被退租了，家里没什么进项，一着急呢，就想了这么个昏招。是我们对不起你小程，这店照开，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们。看我干什么？你有什么想法你自己定。我想着还是不继续租了，这事儿出了，咱们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做交易，我也信不过你了。不过就像我姐说的，这铺子是我们装修过的，就这么搬走是我们亏。这样吧，当初重装花了多少钱，现在就抵多久的房租，到时候我们就搬走，走之前保证把这地方弄得干干净净，也不会给你们添麻烦，行了吧？别呀，不用再说了，就这么定了吧。钟宁其实很赞成钟志成的做法，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这种麻烦事儿遇到1回就行了。能解决问题最好，但比起解决问题，还是解决制造问题的人更叫人放心。你一会儿带点回去给2个孩子喝。不用，他们2个现在中午都在陈老那吃饭，我给过他们老2口银子，他们说什么都不要。陈老说2个孩子平时吃得多，吃着香，白老夫人看了都能多吃些，他乐不得叫2个孩子在那多待会儿呢。说起陈老呢，钟宁昨天中午去接孩子，发现是陈老那大儿子叫陈良俊的在那教2个孩子写字。那人板着一张脸，看起来凶巴巴的，教起东西来倒是十分耐心，2个孩子也不怕他，特别是纪元，还能抱着人家大腿让人给念故事书呢。不过听说过2天就得回去了。那你也不能什么表示都没有啊。那肯定，我经常给白老夫人带点心，还给他们买些补品。那就好。对了，季女婿还没回来吗？还要多长时间啊？应该快了吧。他写的信里说了，下个月初要去府城的参加考试，
考3天，考完等出了成绩就回来。看，这是雪做的小鸭子，这是雪做的小狗，这是雪做的便便啊，不是，这谁家孩子在外面拉便便啊？爹爹，这里没有你爹的雪人，那么大个人，谁费劲做那玩意儿啊？再说也没几个人认识你爹。真的是爹爹。季谦拽着他娘回头，钟宁这么一看，还真是。你从哪儿讨饭回来的？有你这么会说话的夫人，是我的福气。开玩笑呢。重不重？我替你拿着。不用，里面都是些书和换洗的衣服。考完试啦？考得怎么样？是不是还是稳居第一？结果还没出来，我不想在府学等，就提前走了。看来你很有信心啊。还好。季晨紧握着钟宁的手。凉的。那肯定啊，我带着2个孩子在外面玩了半天，还是小孩子好，手都是暖乎乎的，晚上睡觉也很暖和。要是没有他们呀，我被窝都捂不热。没事，我不是回来了吗？别在孩子们面前说。爹地和娘亲在一起睡，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夫人想到哪里去了？反正就是不许说，今晚也不许你和我一起睡。可是我想和夫人睡，没有夫人在身边，我晚上都睡不好。胡说，那你在献学怎么过的？不是，这人是这种粘人大狗狗型的吗？夫人没看到我眼下都是乌青的吗？在学院虽然也能睡着，但那是熬夜苦读累的，根本算不上睡得好。夫人忍心让我继续夜里难寐，相思成疾吗？哎呀，够了，不许说了。晚上，季晨跟2个自然而然进屋的娃娃大眼瞪小眼。都这么久了，你们2个还没有习惯自己睡吗？圆圆要和娘亲一起睡。从入冬开始，我们就是和娘一起睡的，是娘让我们来的。这孩子怎么在这种事上话这么多，说这么一长串？今晚爹陪着你们娘亲睡，你们2个去自己的房间睡。1大2小就这样，你不让着我，我也不让着你。都不睡就出去，别打扰我睡觉。季晨无奈，只能一手抱着1个娃，和他们一起睡床上。孩子们刚睡着，季晨就用小被子裹住他们，把他们送回自己屋。你干嘛？钟宁是被养醒的。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夫人醒了。他刚走进来就被枕头砸了脸。夫人怎的火气这么大？是为父昨晚不够努力吗？闭嘴！可是哪里不舒服？今晚绝对不许你进屋睡。季晨又要祈求。装可怜也不行，就是不行。啊，我的腰啊，这还是人干事吗？昨晚到后面我甚至都没记忆了，可还行？我去给夫人打水，端早饭来。午后，季晨便将2个孩子带到陈老那儿，也认真问了问自己这段时间遇到的学业上的问题。这读书当真是除了努力还要靠几分天赋的，而你毫无疑问是天赋最高一等的那些人之一。能过目不忘是种本事，融会贯通更是。你如今需要的就是再系统深入的把以前学过的东西再学一遍，加上为官者应该有的思维和笔法。在朝为官，有激进者，也有保守者，还有求稳者，有大忠似奸者，也有大奸似忠者，还有明哲保身者。虽然我这么说不好，可能会让你这个还未入官场之人对此失望，但如今的朝廷便是清流与奸臣皆有。清官不好吗？自然好，只是清官只代表着他们的思想清，站在与奸臣对立的一面，并不代表他们真的两袖清风，舍己奉公。那些所谓的奸臣坏吗？也许，但有些政策非他们不能施行下去，这坏人也总得有人来当啊。如今的科举也是一样，等你到了乡试那一步，你必须得在自己掌握的学识之上去迎合阅卷官的喜好，也就是写出当官者乐意看到的东西。迎合陛下的喜好，那是殿试才用考虑的事情，可乡试阅卷官不止一人，
两相争执之下，可能你写的极佳，但依然因一方好恶被弃之一旁，所以如何把握那个度很重要。陈老说的话，季晨都耐心听着。陈老曾说过，明年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出去游学了，但他觉得这个时间还能再往前提些。咦呀，若说你有什么显而易见的弱点，那就是太过在意儿女情长。若这是弱点，那陈老您又何尝没有呢？疼媳妇儿不是什么坏事吗？陈老又立了一个新的题目，拿回去写，不必急着把文章做出来，慢慢斟酌，多多思考，相信你能做出更好的东西来。是，原是请您做这2个孩子的先生，如今我也这般叨扰您，我想着给您再补一个拜师礼，我也来拜您为师，您看如何？别，先不说你有如今的学识是凭着你个人的努力，再者我也不想收父子2人同时为徒，而且比起你，我更乐意慢慢培养季谦，培养出个我朝最年轻的举人，不是更有意义吗？只是可惜纪元是个女娃娃呀。季晨看了眼正撅着小嘴，一脸认真默写千字文的纪元，心中自有万千感慨。除夕就这么到了，一大早继母就起来打屋檐下的冰锥，铲院子里面的雪。钟宁还缩在被子里，天冷他懒得动，加上昨晚折腾了半宿，更没劲了。再看一早起来穿戴齐整的季晨，他就恼火。我先去点个鞭炮，你要在床上吃吗？钟宁转个身不看他。我不吃了。不行，一会儿我端过来喂你。不用，不够丢人的。哥哥，这里有个没炸的鞭炮，捡起来，咱们去外面炸雪堆玩。你们等一会儿，吃完早饭爹陪你一起。他不放心2个孩子玩鞭炮，是得看着点儿。以前村头有那些玩鞭炮把手指头给炸掉的小孩。闻言，纪元将捡起来的鞭炮又慢慢放回地上，抱紧哥哥的胳膊。哥哥，还是别玩了吧。季谦也犹豫了。没事，爹放，你们看着。好耶！好。没想到我这有一天还能吃上这么多好东西。这大鱼、大虾，还有羊肉、排骨的，以前过年能吃上2道荤菜，已经算顶顶不错了。可不是，这日子如今越过越好了，都要感谢亲家。都是小宁的功劳才对，要是没有他，我们这一家子还在村里面过苦日子呢。是啊，今年真的多亏了姐，没有你的话我还学木匠。其实我不怕累，我只是不想一年又一年在那里干耗着。现在这样对我来说真的很好，很幸福，谢谢姐。饭桌上，钟志成举起酒杯敬了钟宁一杯，钟宁自是十分感动地与他碰杯。这一年也就在推杯换盏中过去了。晚上，钟宁躺在床上，眨巴着眼睛看房顶，外头时不时响起放炮竹的声音。感觉真够不可思议的，我居然来这里1年了，从一开始的哪都不能适应，到现在居然感觉过得挺好，真可怕。而且我居然已经习惯了把原主的家人当自己的家人，把原主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把人家的男人当自己的男人。习惯真是个可怕的东西。季晨正在用冷水洗脸，听到钟宁的话，他拿着毛巾的手顿住，心里止不住的酸涩。他是知道的，自己配不上他，若不是刚好占了他一过来就变成他妻子，他孩子母亲的先机，他们俩也许都不会有一点交集。算了，想那么多干嘛？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知足才能常乐呀。你怎么还在洗脸？脸要搓秃了皮了吧？这就来。季晨刚钻进被窝，就把钟宁搂了个满怀。钟宁闻着他身上淡淡的酒气，夸张道：难闻，离我远点。夫人，我感觉很幸福，真的很幸福，能和你在一起，所以你一定不要离开我，行吗？怎么突然说这些？
酒喝多了，神也 emo 啊。就是想告诉你，还有，谢谢你来到我身边。大年初3，弟兄，我这携家带口过来拜访，你也不给我端个板凳让我坐坐？季晨看了眼穿着深骚包朱砂色锦衣，抱着个奶娃娃的徐不言，额角微微跳动。我之前听我家那位说周妹妹你长得特漂亮，我还有点怀疑呢，结果这亲眼看见，哎呦我的天，就跟个仙女一样。你不会有意见吗？说实在的，要是季晨敢在他面前说别的女人漂亮，钟宁肯定会让他明白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哎，他只是嘴上说说，我还犯不着和他闹啥。再说我之前看见你家季相公的时候，也当着他面夸过季相公俊美呢。我这心里面有点酸溜溜的了。他是我男人，那你们夫妻俩关系还挺好的。哎，还成。本来我只是被他那张脸吸引，说什么都要嫁给他，真嫁过去发现还挺舒心。他因为亲爹的原因，嘴上虽然不太靠谱，但坚决不肯纳妾。那我这就也没什么烦恼了。哎，真的，我周围那些朋友没有不羡慕我的。钟宁想起徐不言的生母就是个妾室，没有多说什么。徐不言坐了没一会儿，林胜也过来了。你也是来找季兄一起读书学习的吗？你要是实在没事干，就找你表妹多说说话，多沟通沟通成吗？这大过年的还想着读书，哎，你干脆提前回学院得了。林胜被说的脸泛红，季晨面无表情的招待一个是招，两个也是招，反正他也没法再和夫人一起睡回笼觉了。不过季晨的怨气已经传达给2个人了。怎么了？你哪里惹季兄不高兴了？你以为就我一个人招惹他了吗？啊，你夫人也惹他生气了？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力呀。季兄，你可知你年末测试拿了第1？坐了没一会儿，林胜还是没忍住和季晨说起学业上的事情，还问了他测问的作答思路。季晨稍微收敛了神情，和他讨论起来。徐不言原本觉得十分扫兴，看2人聊得认真，也赶紧参与进来。他可以不想学习，但他不想落后啊。3剑客要走一起走。这些男人真没意思啊，一天到晚就是念书的，都不嫌烦。也好，谈论学习总比满脑子花花肠的好，也比吃完饭在酒桌上聊世界格局瞎吹牛来的好多了。这话说的是。他其实高兴着呢。徐不言以前虽然也学习，不过那是为了打亲生父亲还有那些兄弟的脸，都是强迫自己硬学。如今倒是真有几分爱上念书了，这都是2个好兄弟带得好。娘，小宝宝。纪元好奇地看着林如怀里一直在睡觉的胖娃娃，林如立马喜笑颜开地把孩子放床上。小姐姐去陪妹妹玩好不好？好。纪元也忙不迭上了床，睁着好奇的眼睛看小妹妹，还小心翼翼地伸手戳了戳她的脸颊。娘，小宝宝的脸好软软。圆圆的脸也是软软的。嘿嘿嘿。季谦站在床边看着纪元和小娃娃，像是个小护卫一般。哎，你家2个孩子真可爱。突然他凑近钟宁身边。哎，没想到季相公看着瘦弱，身体那么好啊。钟宁还愣了一下，不知道2个孩子怎么和身体好坏挂上钩了。等他回过味来，脸立时变得像煮熟的大虾，通红一片。钟妹妹，你这平时和季相公相处时也是这样羞涩吗？他看着一本正经，你又羞涩，你们2个相处起来不会不自在吗？特别是那种时候。不是哪种时候？这么快就说起这种话题了吗？你一个古代人，不是应该矜持一点吗？还是说已婚女子都如此大胆？哎呀，我跟你说啊，你在那种事情上啊，真不要太过羞涩了。这男人嘛，有时候就是那么贱。他希望你在外人面前啊表现的冰清玉洁，再纯不过，私底下里又希望你是另一副面孔，这样他能有成就感、满足感。你也别怪姐姐话说的太直，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不做，外面那些小妖精一做，就能把男人勾过去。我周围好几个姐妹的相公就是，关键是那些狗男人还会倒打一耙，说是女人做的不好，他们才那样的。
他们都不觉得自己有错，毕竟一个两个的都觉得3妻4妾很正常。是吗？那他们很坏了。可不嘛，我跟你说啊，该放下矜持的时候就要放下矜持，你把他累着了，他就没工夫去找别人了。救命啊！你这话我没法接。夫人，你给我留点面子成不成？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听到了什么？这是我一个未成亲人是该听的吗？我能直接把他们都轰出去吗？包括那个女人。中午几个人在一起吃饭。预谋明年秋我就会出去游学，等到2年后回来参加秋闱。这般匆忙的吗？他还想跟在季晨后面，以他为目标，然后一起参加秋闱。那我怎么办呢？桌上几个人都把目光投向他。那个，我想起高兴的事情。徐不言这话说的太好玩了，就像是被抛弃的怨妇一样。果然，同人女绞尽脑汁，不如直男灵机一动。献学所受珍贵有限，我得了那位陈老先生的帮助，后面会去拜访一些名师大能，借以提升自己。你们也该早做打算，若这3年都只在献学停留，只怕结果不会太好。便是府学如今都没落了，整个同州府如今学风如何，可见一斑。季兄先去游学吧，比起你，我要在献学多待一阵子，不过最多半年。我给自己最多留了半年时间，半年后我也会像你一样往外走，去见识更广袤的世界，结识更多可以为师者的人。所以我呢？我呢？他现在十分没有安全感。论读书，他比不上2个人，还想着让季晨、林胜多教教他。结果他们2个都打算好什么时候离开献学了。就没有人想带带我吗？哭什么哭？你也去游学不就行了？你要是没那个人脉，就拿钱砸，没有什么问题是钱解决不了的。姐姐说的对。林如高兴地扬了扬眉，这一番目标明确下来，3人日后在献学的功课上越发努力，可以说到了吃饭睡觉之外，都是在学习的程度，很是震惊了一众师长，也在整个学院带起了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的极端风潮。这些都是后话。救命！救命啊！你喊了，你叫破喉咙，都不会有人来救你的。公子救我！救我！季晨皱了皱眉，就在人要扑到自己怀里的时候，往旁边挪了一步。这突然的一下，别说女子震惊了，后面追她的那几个男人也惊呆了。公子，你帮帮我吧！他们想轻薄我。我只是在楼里面卖唱的，我只是想挣钱给娘亲治病，我卖艺不卖身，他们却偷偷尾随我，还想强迫我。公子，你忍心看我落入虎口吗？你怎么样，与我何干？公子，你怎么能这么说？您是一介读书人，再正直不过，遇到这种不平事，不应该帮帮我吗？亏我还想着遇到你，应该是遇到救星了。我还想着，只要公子你肯救我，小女子愿意为奴为婢，伺候您一辈子。这读书人也太走运了吧？可不嘛！仔细一看，这小娘子长得还挺漂亮的啊。这位读书人，我看你就帮帮人家吧，人家小姑娘清清白白的，也是受了无妄之灾，你帮人家一下也算是救人一面，人家会感恩你的。你们想帮你们去帮，我不想帮，我也不会帮，我嫌脏。公子，我哪里让你不满意了吗？怎么，都傻了？不动手是在等他把戏演完吗？兄弟们，快上啊！不要，你们放开我！你们放开我！天哪，要报官吧？这光天化日之下，怎么会有这种恶徒？季相公，我知道你是那位暗手季相公，我见过你。只要你肯出手救我，我就会没事了。求求你了！这位公子啊，你赶紧帮帮他吧。是啊，亏你还是个读书人，你这心肠也未免太狠毒了。他就是那个季暗手，我看咱还是去找县令大人，就他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暗手啊？
品行败坏，冷血无情，他不配。不管是谁指使你们来演这场戏的，告诉他，下次把戏安排得更像样一点。第一，这里人虽少，但还是有行人的，你这女人为何直接冲着我来了？第二，这些地痞流氓即使要轻薄于你，又怎会任你在街上苦苦挣扎那么久？他们是好几个人，可不是一个人。第三，你说自己在楼里卖艺不卖身，你所在的是什么楼，卖的是什么艺？你不怕被人前去求证，尽管说就是。另外，这个还有这个人，戏演得太过拙劣了些。若是花钱雇来的，那这钱花的可不值。你们这些轻易就被煽动质疑我，说要去县令那里告我状的人，尽管去就是。到时官差若还能找到这个苦命女子和这些地痞流氓，算你们赢。我这秀才不做也罢。夫人，我被坏人伤害了。啊？怎么回事？你没事吧？可我哪里伤着了？什么人欺负你了？我去弄他们。季晨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了。不是，这谁干的？有病吧？这种主意都能想得出，真那样画本子呢？我大概猜得到是谁。谁啊？还有，你怎么躲得那么快？夫人不想我躲开吗？想让我和其他女子有肌肤接触吗？那我岂不脏了？还有，他要是真靠过来了，夫人辛辛苦苦写的书稿肯定会被撞飞的。他如何比得上那些稿子？你小子干得漂亮！夫人，你说我做得好不好？你做得很好。想要什么奖励啊？那我今天可以泡5个长衣吗？我现在可以把刚刚那句话收回吗？你小子能不能悠着点？你肾好，我肾不好啊。是夫人先答应的，不许反悔。不是，你小子现在怎么这么茶里茶气的？那就3个，不能再多了。时光荏苒，转眼半年时间过去。这半年里，林胜娶了远房表妹，季晨和徐不言还去帮他迎亲。这半年里，季晨迅速又认真地学完了所有课业，还因此带动了许多同窗奋起读书。这半年里，听闻丰长县学学习风气极盛，且有院士按手做表率。不仅其他县学有学子转来念书，就连府学都有好几个学子转了过来。今年夏，他已经把重生我成了诸天最强剑圣写完了。当时书铺还推出了一整套合订本，卖得相当火爆。与此同时，隐身的一系列文创产品也卖得相当火。就一个夏天，钟宁光是分红就分了快2000两。他现在存在钱庄里的银票都有接近5000两了。刚写完一本100万字的男频小说，他决定写本女频又雷又虐又爽的文，说干就干。钟宁十分自信地写下重生为妃，复兴王爷他慌了几个字，一朝落尽长安学，满城尽是长安人。收到爹来信的时候啊，我曾怀疑过你是否真有他说的那般优秀。这段时间相处下来，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你不仅是在学识上有了当官的资质，就连举手投足间都有了几分气韵，这便是天赋啊！你们又怎了？我看你这几天在收拾行囊，可是打算要回家去啊？与娘亲夫人辞别许久，心中甚是挂念，想回去看看。何该如此？只是过2日我京中的恩师要来，他近来刚辞官，想在回乡之前来看看我。我想着把你引荐给他，他最是惜才，定会对你的疑惑不予赐教。季晨闻言也有了几分异动，他想回家，迫切地想回，可眼前的机会又是十分难得。几番天人交战下来，季晨深吸一口气，还是决定继续留下。刚才师长问的问题，学生以为当从选拔人才、为政以德切入，同时不忘整顿军备、训练兵士，这也是为了辅助教化、安定百姓。再往后便是那样熟悉又久违的声音，入耳的那一刻，程玉书便感觉心神微颤。是他？是你的朋友吗？季晨抬眸，在触及到那人时，不知为何一股异样的感觉由生，那种好像见到了久违的至交好友般，忍不住想要靠近与之交谈的感觉。
那种看到他流泪，心中微微刺痛，竟有些想帮他擦拭掉泪珠的冲动。甚至在季晨没回过神的时候，他的脚步已经下意识往前走了一步，但他很快回过神来，压制住那种不受控的亲近。不认识。程玉书双目通红地看着眼前人，他以为他已经做好了两个人沦为陌生人的准备，可真等到他听见这一句时，还是感觉到了心头密密麻麻的刺痛。这位公子，不知可否行个方便，和我聊几句？不方便。他不喜欢刚才那种感觉，那种好像自己不再是自己，而要变成另一个人的感觉。你难道不想知道我们之间的事情吗？程玉书突然抓住他的手臂，季晨下意识甩开的那一刻，他居然有些后悔的情绪，这让他在震惊之余十分愤怒。为何自己有一天会连情绪都难以控制，就好像自己不是自己一样，而是被人控制的傀儡。那你连自己以后会如何，你和你夫人会走到哪一步都不想知道吗？还有你的2个孩子，他们以后的命运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季晨，我不会骗你的，你相信我。好，我给你1盏茶的时间。季晨，好久不见了。季晨看着眼前的女子，明明今日才见，可那种熟悉感就像是2人已是认识多年的老友。我不认识你，有什么话赶紧说。季晨，不管你信不信，其实我是重生而来之人。我不知道这一世发生了什么变故，但这一世的这个时候，你的那位夫人应该早就和别人私奔出逃了，而你则是在月试考试前被人污蔑，从此失去了考试资格。当时帮你的人是我，我知道你不信，但是我了解你的一切，我知道你出生于……程玉书一口气说出许多与季晨有关的私密之事，讨回公道，还给你介绍了许多名师辅助你的学业。你于1年后乡试上榜，2年多后曲中探花。你一定很奇怪，2年后为何会有乡试？那是因为恰逢太后60大寿，陛下大赦天下，广开恩可，临时加了一次考试。当时我劝你不用急于取中，可以再等2年，可你为了我坚持要参加。当时的你没日没夜的学习，甚至都吐了血。我为你寻遍名医，买了许多名贵的草药。程玉书说这话时眼中满是怀念，季晨的脸色却越来越冷。所以你和我说这些的意义是什么？我只是想着你应该有一切的知情权。我不知道你那个夫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她并不是什么安分的女子。她之前和你们学院的男子纠缠不清，那个男子你应该也知道，他叫……可以闭嘴吗？你还不配评价我夫人。至于你说的那个故事编得不错，但只因你帮过我，我就为你当牛做马那么多年，甚至为了你连命都可以不要。你觉得我是有病不成？病得不轻？程玉书浑身发抖，他不敢相信坦白了一切后，这个男人会是这种反应。可这就是你曾经做过的。你说你想报答我，你说我对你而言就像是知己红颜，你说没有我就没有后来的你，你的一切都是我赋予你的，所以你愿意为了我放弃一切。季晨眉角隐隐作痛，程玉书每说一句都会让他脑海中隐约闪现出某些画面。他女扮男装，与他一起共饮，畅谈诗词歌赋。他被人折辱，饱受他人冷眼，自己为他披上一件薄衫。他穿上火红嫁衣，自己坐在宴席一角，眉眼暗淡。他遭遇他人埋伏，冷箭将要没入他胸口时，自己挺身而出。呵，真是太可笑了。季晨按住隐隐作痛的太阳穴。也许你说的是真的，但那个人真的是我吗？那个蠢得可笑，叫人只觉得恶心的男人，真的是我吗？季晨。程玉书瞪大美目，季晨身形踉跄了一下。在这一刻，他看到的不再是那些陌生的记忆，而是和心上人在一起的一幕一幕。他明媚的笑容，他羞涩的表情，他嗔怪的眼神，他与他在一起的日日夜夜，那才是他真实经历过的，叫他无论什么时候都无法割舍的感情。你说宁儿有问题，有问题的难道不是你吗？满口恩情仁义，可在你眼里，那个所谓的我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棋子。你救了那个我，可你也害死了那个我。现在你还恬不知耻的来找我，是想让我再为你赴死一次吗？论不要脸，又有谁比你更不要脸呢？论自私，又有谁比你更自私呢？我不管什么前世，我只知道现在的我想要的是什么。
我所想要的人生和你没有一点关系，我只想你从我的眼前彻底消失。看着眼前面容冷峻、视自己如同洪水猛兽般的男人，这副样子已经与自己印象中的他没有了一丝重合度。不知为何，程玉书突然感觉心口一滞，季晨走得干脆。他十分后悔自己花时间去听了这样一番风言风语。要是让宁儿知道的话，一定会和自己闹吧，说自己不忠诚，不要自己什么的。季晨心中有几分心虚，可想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数，他还是决定把一切都老实交代，让宁儿能有个防备。这原文女主是重生了吗？再看季晨信中所写，一开始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想要靠近女主时，钟宁咬了咬指尖。难不成这个世界还有所谓的天道，每个人必须按照自己原定的轨迹去走？不会吧，那我不是必须得死？哎呀，我是不是不该沾女主的裙下之臣？这女主要是伺机报复我怎么办？我只是个可怜无助又有钱的美女啊！钟宁光是想想就忍不住缩脖子。我现在把男人退回去还来得及吗？想归想，钟宁也知道覆水难收，更何况真要把季晨让给女主，别说他自己不乐意了，光是想想季晨到时候的反应，钟宁都感觉后背冒冷汗。随时可能解锁阴尸男鬼形态的麻烦男人啊，招惹了就没有逃得掉一说。唉，娘，你怎么了？纪元钻进娘亲的怀里，下意识踮脚去看桌上的信。钟宁赶紧把纸收起来。这是你儿子，你爹写给我的私密信，你们就别看了，太羞人。你直接跟2个孩子说，也没羞到哪里去呀。不过他儿子也真是的，不就过年赶不回来吗？看着肉麻劲儿，都这样了，也没见再给他添个孙子，这只知道自己开心的小两口哦。认真把信看完，钟宁提笔写下回信。什么？竟有这种事？我看那个女人应该是个疯子，精神不正常。钟宁总不能说这事我也知道，那他估计就要被季晨当精怪给烧了。至于他说的那些话，估计都是花钱打听来的，你别太放在心里，不然能怎么办？这现实改都改了，总不能老娘还去跟人私奔，等着被卖勾栏院，你带着娘和孩子投奔他吧？那受伤的不就只有我一个人了？你也是傻，一听到与我和孩子有关就跟他走了。那他要是骗你说要改变我和孩子的悲惨命运，你就必须和他在一起呢？你是不是就答应了？你这叫不守难得，企图在我头上养马，知不知道？你反思，给我写1000字反思信回来，不然我是不会原谅你的。还有，再让我知道你和他还有联系，那我就带着孩子，哦不，我一个人直接跑了。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守着你这个企图给我戴绿帽的？哼！钟宁写得酣畅淋漓，总是要让这个远在千里之外、自己鞭长莫及的男人感到害怕。他今天敢背着自己见其他女人，明天就敢犯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那自己能容得了他？自己又不是什么乌龟大王吧？爹做了惹娘生气的事吗？怎么会呢？你想多了。娘刚才写信的样子特别凶悍，纸都被写得哗哗作响，表情像要吃人一样，和之前写信的时候都不一样。你这孩子就不能给点好的形容吗？要真是你爹惹我了，你怎么办？那我就不要爹了。钟宁怔了怔，抱起他。真的吗？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娘陪着我和妹妹，爹爹我和他不熟。真可爱，话说的真好听，你爱听。娘也是，要是你爹真犯错了，我只要你们2个娃娃就成，把他有多远踢多远。不是儿子，你到底干什么事儿了？你连家里大小王都分不清是谁吗？你想让老娘重新跟着你吃糠咽菜吗？作孽呀！